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藏着一颗火种，被点燃时，焦虑和恐惧就如同烈火般熊熊燃烧。这颗火种就埋在我们的大脑深处，灰白色的一小团，如同一颗小小的杏仁，被称为杏仁核。那么该如何给大脑降温呢？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家萨拉拉扎尔发现了一个方法，仅经过8周的正念训练，受试者大脑里的杏仁核竟然在物理层面上缩小了。而对于佛学来说，这套降温方法早已开展了2500年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，禅定真的可以让大脑降温，恢复清凉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。忘记是谁说的，人类不过是一种发疯的猴子。20万年前，某次关键的基因突变促进了大脑皮层的发育，让人类得以诞生。然而进化实在太快了，留下的毛病也实在太多，其中人人都可能会出现的就是过度的焦虑与恐惧。小小的杏仁核掌管着情绪的调节，这个警报器总在发信号，要么战斗，要么逃跑。这一套在原始丛林很有用，可惜现在并没有黑夜中的猛兽，真正的危险不见了，虚假的危险却多了。开不完的会，还不完的贷，无尽攀比的社交关系，永无停息的算法投喂，杏仁核被活逼得过载，不断释放着皮质醇，让我们总是悔恨过去，焦虑未来，以及在当下执着。平息杏仁核的焦躁早已成为现代神经可塑性的研究热点。然而当我们转过身，却发现佛学可能早已有了答案。我们现在并不确定禅定这种训练究竟诞生于何处，不过肯定是在古代印度地区得到了最为系统和深远的发展。印度次大陆气候太过于炎热，旱季和雨季又分明，古代沙门修行者选择在雨季安居，静静地坐着，同时思考着各种终极问题。佛学诞生后，系统地吸收了这套体系，并将其作为戒定慧3学的核心组成部分。先贤们并不知道杏仁核的存在，但在这个训练过程中，胡思乱想刺激杏仁核，产生焦虑，这个恶性循环竟然消失了，一切都归附于平静，甚至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喜乐体验，称之为禅悦。当然了，禅定并非古印度独有，在古代汉地，老庄哲学很早也发现了，庄子称之为坐忘，就是通过静坐来忘却形体，与道合一。所以我们看，大智慧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大脑中的这个 bug， 并懂得该如何修复。后来西方开始探索东方的禅定实践，比较早的著名人物就是红书的作者卡尔·荣格。到了上世纪60、70年代开始，西方人对禅定冥想越来越感兴趣，心理学临床在用，治疗酒精成瘾也在用，运动员用来放松，甚至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大佬们也流行起禅定冥想，比如乔布斯。就连在西方流行文化中也有所体现。星际迷航中的挖肯人以理智和逻辑而闻名，他们保持冷静的诀窍就是睡前冥想1小时。说到这里，那么你肯定感兴趣，所谓禅定训练该如何开始呢？乔布斯的这张年轻照片很多人都见过，但大家往往只注意到了他怀中的
早期苹果电脑，可曾注意到它底下打的双盘，也就是全家福座？没错，乔帮主是个东方禅定爱好者。禅定难吗？说难也不难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就和学习说相声一样，开口就可以，精通能要命。在佛学的修行体系中，为了对治众生不同的烦恼，有各种方法。比较知名的就是五停心观、不净观、止贪欲心、慈悲观、止嗔恚心、缘起观、治愚痴心、界差别观、治执我的妄见、数息观、治善乱心。其中不净观和数息观又称为甘露门。这样听着也很复杂，对吧？不过这只是学术理论，我们有空再挨个讲。在当代实践中，屡屡获得现代人青睐的，就是最后这一种觉察呼吸的数息观。该如何开始呢？其实就是3个诀窍。第一个，坐直坐正，调身。有经验者可以双盘，初学者可以单盘，甚至散盘，更甚至就是简单坐直都可以。第二个，接纳杂念，调心，尽量排空杂念。但佛学也说，人的心绪如流水，一刻不停。想象杂念如气泡飘过，或者如火车驶过，看着它不动念，让它自去。第3个，觉察呼吸，调息，不要刻意把呼吸从自动档调到手动档，在吸气的时候去觉察，同时默数1、2、3、4，在呼气的时候也同样去觉察，也同样默数。是不是很简单？确实很简单，每天几十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。西方正念冥想的推动者， MIT 分子生物学出身，同时也是多本正念冥想的畅销书作者乔·卡巴金。据说他的学生有的在第5天开始就获得了奇特的体验，当然因人而异。看完这个视频的5分钟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，不妨试试。我们如何去评价一个人？会说他的智力如何，体力如何，能力如何。但对于我们的古人来说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，就是定力。中庸里面说，君子慎独。大文豪也说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这些都是定力的体现，而这并非完全是天赋，也是可以通过后天来训练的。一行禅师写下的这本《正念的奇迹》，我推荐给大家看看。不仅讲了打坐的技巧，更是表达了通过训练之后，行住坐卧皆是禅。书里有一个很好的观点，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只想着赶紧做完，那么你就不会快乐。哪怕你正在洗碗，也要把杂念抛开，关注着当下，让洗碗就是你的禅修。书中说，如果你不能在正念中洗碗，那你也不可能在静坐中禅修。这些都是在打坐之外也要被训练的，更是能让自己获得平心静气的体验。我们都长得太快了，快到一生都要去学习如何重新做一个孩子。我们越老，烦恼越多，但如果能找回孩子般的专注，我们才会拥有真正的快乐。在 AI 时代，我们面临的焦虑会更多。1. 信息过载，每天被成千上万的算法轰炸，杏仁核永无休息。2.
意义贬值。AI 能写绘画、敲代码、制作电影，一步步替代我们的工作。存在主义的恐慌让杏仁核会更加焦虑。我们无法改变外在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，通过禅定去内观，去觉察呼吸，去感受作为一个人的存在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一起尝试吧。下期再见。